娘，你先下来，别做傻事啊！娘，秀芳，你别冲动啊！兰儿，娘得了尿毒症，就你爹那点月钱，给娘看完病后就没钱供你上大学了。娘不想拖累你，娘，用你的命换我读书，我宁愿不读了。你先下来好不好？文浩，以后玉兰的学费就拜托你了，叔求求你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文浩他自己也只是个学生。那他可以领学打工赚钱呀。文浩，祈求求你了，念在你跟玉兰青梅竹马的情分上，就帮帮我们家吧。文浩，只要你供玉兰上大学，等她大学毕业了，我一定让她嫁给你，而且一分聘礼都不收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没事吗？我答应。真的？阿姨，你先上来吧，明天我就去学校办退学。17岁那年，为了供女友读书，我退学了。我以全年级第1的成绩光荣毕学。之后，我独闯社会，摸爬赶打，供他上大学。但渐渐的，我们的关系好像变了。玉兰，那个，能带我进去逛逛吗？我还没见过，大学长什么样呢？快考试了，下次再说吧。好。耗子，现在手机也能转账了，以后不用来学校送钱了。以后别来学校送钱了。那时我以为他只是嫌弃我这身衣裳，只要我日混同出人头地，他一定会骄傲地告诉别人我是她丈夫。可是我错了。10年后，我已成为一专上市集团的董事长，但这段感情几近破碎。吉董，合作愉快。台董，那好像是您夫人。玉兰，后天就是你考上博士的拜师宴了，这么重要的拜晌，怎么不把你那位神秘老公带来给大家瞧瞧？是啊，听蓉蓉说你跟你老公是青梅竹马呢，怎么这么久了都没带出来瞧瞧，连朋友圈都没发过他照片？那你们要失望了，这拜师宴我不会让他参加的。玉兰，他可是你丈夫啊，这么重要的大业不带他不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台董，这也不能怪瑞莲了，毕竟她那个老公高中都没毕业，一个文盲，实在拿不出手。难怪呢，我们这些同学最差的都是硕士，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文盲丈夫，带出来确实丢人。玉蕾，你也太委屈了，明明自己这么努力上进，还得跟那种人生活在一起，我都替你难过。其实呢，不怕你们笑话，这些年来过得挺煎熬的。你们也知道，以他的学识水平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共同话题，太气人了。当初明明是为了他才命学的，他现在竟然说这等话。您拉我干嘛呀？我真听不下去了。当年要不是他家要死要活的逼您打工养他，您会毕学吗？吃着人家的饭还骂人家是吧？还博士呢？我倒想问问他，他知道不知道他这个博士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算了，10年都忍过来了，最后这2天也没什么好计较的。最后2天？什么最后2天呐？等他正式拿到博士学位，
就算完成了当时的承诺，也算是对这20多年的感情有个交代。您的意思是要在后天的拜师宴上还离婚，还彼此自由。唐玉兰，这些年你活得煎熬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竟走到今天这般境地，命运何其弄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玉兰，你也该知足了。虽然吧，你那老公确实没啥文化，但他有钱呐，好几10亿身家呢。你这话就错了，钱再多没思想，顶多也只是个俗气的暴发户。玉兰，既然这样，我看你干脆跟他离婚算了，分他一半家产，就算是他夺走你青春这么多年的补充。对，当个单身小富婆，那日子简直爽翻天了。我在乎的又不是他的钱，我才不像他一身铜臭味儿。我在乎的是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只是我也不知道能忍到哪一天。大表姐，还是你们夫妻命好啊！女儿马上要当博士了，女婿还是个大老板，真令人羡慕啊！当年我随便演了那么一出苦肉计呀，没想到季文浩那个冤大头居然还信以为真，傻呵呵的给我们家当了这么多年的牛马。当初我本来就想着，等他供完兰儿大学毕业，就把他给蹬了。没想到这凯子半路上居然发了，该我们唐门享福了，当然，该享福。一捧中10年掏心掏肺的付出，最后只换了一句人凯子。先停一下，回来了。好女婿啊，你回来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人舅，这位是六婶。你跟兰儿结婚的时候都见过。这不，兰儿马上就是博士了吗？他们是来道贺的，顺便过来跟你商量点事。这阿奇是吧？你好，那个人叫我呢，就是办酒席的啊。你看咱兰儿后天的拜师宴能不能包给我来办呢？抱歉啊，人舅，拜师宴的酒席几天前就定好了，不好临时改变。好女婿，外面的酒席能有咱自家亲戚办的靠谱吗？这样，你之前订的那家酒店，一桌就收你10万，咱人舅这边一桌收你1万，一桌收你1万，能省多少钱呢？再说了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与其让酒店坑你，不如让自家亲戚赚点钱。有宴席菜单吗？有，人救我，用心认真来看看。这就是普通的宴村宴席，一桌顶天600-700，1万一桌，太离谱了吧？耗子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！我可是兰儿的亲人舅，我会坑你们吗？表姐夫，你们别看菜式普通，我这用的材料可都是最好的。你们看，说白了，1万一桌，我还亏钱呢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让您吃这亏了吧。酒席还是交给酒店来办吧。表姐，这女婿你还管不管？浩子，文浩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这么计较，多伤和气。是啊，你又不是没钱，让自家人赚点儿有什么关系？就当帮衬自家人嘛。帮助归帮助，生意归生意。爸妈，讲亲戚也得分人吧。
哪个好亲戚会倒手赚100倍差价呀？呸！你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，你不就是赚了几个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表哥，你们啥也不是。表弟，人就怎么这么生气？你去问问你的好老公吧。啊！兰儿啊，我跟你爸以后还有脸见亲戚吗？好好劝劝文浩，人就一片好心，想帮我们，你看被他骂走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人就想承包后天的拜师宴，这是菜单，一桌要1万。是贵了点儿，但都是自家人，用的安心。安心，安心，就这几道菜，一桌敢要1万，跟抢钱有什么两样？可是什么可是？他的集团数十亿市值，忙了1年，利润才10-20个点。这个利润上100倍，人家把你当傻子耍，你们倒好，还替人家委屈。这不是说要多帮忙吗？兰儿，就死还在这呢，给我跟你爸留点面子。虽说这些年清淡了，但比起他那对奇葩父母，他还算明事理。我爸妈是糊涂，但你真缺那点行两。这不是缺不缺银两的问题，这是原则。你现在真的，在你眼里，除了行两还是银两。兰儿说的对，自家亲戚占点便宜又何妨？一个男人心胸宽大点嘛。兰儿，那后天的拜师宴还是让人舅操办吧。你去跟人舅说，一桌顶多给他2000。好嘞，我这就打电话告诉人舅。文浩还没同意呢。我的拜师宴我做主，反正后天的拜师宴也没邀请他，为何要他同意？对，你说的没错。反正我都没资格参加你的拜师宴，是我管太多了。这话说重了吧？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每一次看到他那副什么都要算计清楚的商人嘴脸，我就忍不住小发火。兰儿啊，咱不气，看看你都博士毕业了，以后肯定去你老公公司上班吧？那当然，我女儿现在是博士，要是去了齐文浩公司，那最起码也是副堂主，是吧，兰儿？6婶，有事就直说吧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是这样，我家老二本科毕业半年了，到现在还没工作。等你当了副堂主，你看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下，给你当个助理之类的。答应吧，我跟你娘都收了人家礼了，2000块的大红包。不是吧？我答应。6婶，放心吧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样等后天拜师宴结束，你让表弟跟我去公司就好。好。他会不会不愿意？不会的，虽然他没什么人情，但这么多年，只要我开口，他从不拒绝。那就好。那6婶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兰儿，等你好消息哦。我送
六蛇走了，我们聊聊。事都你决定了，还有什么好聊的？你今天好奇怪。以前我亲戚求你帮忙的时候，就算你会拒绝，话也说得委婉，让人挑不出错，从来都不会像今天这么低情商。有没有可能你那些亲戚根本不需要我什么情商，只是以前我都在忍让？那你今天为何不忍了？是因为我不让你去拜师爷，你在跟我闹脾气？上午我在岷江组那接待客户，刚好看到你和同学聚餐，听到你们聊天了。这也不能怪月兰呢，毕竟她那个老公呢，就是个文盲，高中都没毕业，实在拿不出手。难怪呢，我们这些同学这一次的都是硕士，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文盲老公带出来，真够丢脸的。玉兰，你也太委屈了吧！明明自己那么努力上进，还是跟那种人过日子，我都有点同情你了。其实啊，不怕你们笑话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其实过得挺煎熬的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分床睡吧。不是的，耗子，那些话都不能信的。那是我们姐妹聚餐，她都这样的。我们会互相吐槽自己的男友或是老公，生怕自己不够惨。那些话都不能信的。我知道，你听到我跟外人说那些话，一定很受伤，但女生聚餐聊天都这样说的呀。不信你看我们的聊天记录，她们都会抱怨自己的老公或者男朋友，但那都只是说说而已，私底下不都甜甜蜜蜜的吗？那我们私下里甜甜蜜蜜吗？兰儿，或许你今天说的不是你心中最真实的想法，但这些年我们感情如何，你我心知肚明。文浩，几句话而已，至于吗？虽然那些话有点伤人，但我说的哪句不是事实？所以那些都是你的真心话。是。这些年来，我见过你多少次，有空多看点书，多看点书。可你哪次听进去了？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，但不能没有文化。你怪我不公开你，不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学闺蜜，但你有想过吗？就算我带你去见我的同学闺蜜，你听得懂我们在聊什么吗？你从来没跟我聊过，你怎么知道我一定听不懂？唐玉兰，你真的觉得我一个不到30岁白手起家将公司带上市的人会是个脑袋空空的文盲吗？这些年我一直在学习，我一直在进步，只不过从你上大学的那一天起，你就对我充满偏见。你学习，你只会学怎么赚钱，怎么当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。就拿今晚来说，我人就吃相虽然不太好看，但你从心底问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把你老婆的亲戚当成亲戚？是，你的生意做得很成功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永远只是个失败的丈夫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些，你还是好好筹备你的拜师宴吧。
对了，不管你相信不信，你那个表舅不是什么靠得住的人，你最好做2手准备。齐文浩，少自以为是，我们家的亲戚没你想的那么不堪，混账！发牌了，先发牌嘛！发什么发？钱呢？给钱！少不了你们的，先发嘛，是不是？我表舅，我再转5万新票到你账户，大后天的宴席你一定要帮我办好，我要让某些人闭嘴。好，兰儿啊，这拜师宴，老舅一定帮你办得妥妥当当，尽管放心。好，5万银票到账。看，老子又有钱了！发牌，这把一定能翻本。兰儿啊，昨晚文浩怎么睡客房去了呀？他听我说，没什么，吃吧。兰儿，要是他真不愿意，那不然咱就不让人就办了。不行，他本着就瞧不上我们那些亲戚，不能惯得他嫌贫爱富的毛病。放心吧，我多转了5万银票给人舅，后天的拜师宴一定能办好。我就是要让文浩知道，我的眼光没错，我们家亲戚没他想的那么差劲。可是他都气到跟你分房睡了，你要是再不顺着他，万一他以后都不会房睡怎么办？怕啥？满道忘了，拜师宴结束后，咱们家玉兰要去他公司当副总呢。到那时啊，咱玉兰随随便便帮他攒个几百万大钱，再大的气也消了。是啊，咱玉兰可是博士，赚钱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。他又那么爱钱，恐怕以后得把咱们家玉兰当财神爷供起来。文浩，你以后一定会明白，我那些话没有一句说错。跟你结婚受委屈的是我唐玉兰。信。财董，德文楼刚刚来电，说您太太把拜师宴的店金退了。当初他母亲病重，他们家那些亲戚避之唯恐不及。我真不懂，为何他和他父母还能相信这帮人？明明您一直为他们着想，他们反倒不领情，还说您没有感情，那就正好借这次拜师宴让他们吃点亏。把明江楼的押金补上，拜师宴亟待筹备。万一他人舅那边出了差错，至少还有补救。崔董，都这时候了，您还要当烂好人？无论如何，只要1天没离婚，他就1天是我妻子。去办吧。哦，好吧。对了，祁董，秦学正催研究经费了，我们还要继续投资吗？不必了，当初投资只是为了把唐玉兰送进他的研究小组，如今他已顺利拿到博士学位，没必要再砸钱了。好的。唐玉兰，往后的人生就得靠你自己了。兰儿，今天可谓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。当初你和文浩结婚也没这么大排场，整整50桌宴席呀。你爹我跟着你沾光了。前年村长为他爹办80大寿，也才20来桌，跟咱们比起来差远了。兰儿啊，你仍旧不接电话，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
娘，别瞎操心了，这可有50桌酒席呢。人舅估计忙得不可开交，没空接电话很正常。也对，那咱们走吧。走。来啦！兰儿怎么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办拜师宴啊？之前不是说在德文楼吗？我爹娘爱热闹，就改在老家办。你们要是想吃，日后再去德文楼补一场，不就行了吗？我看行，反正玉兰这么有钱，根本不在乎这点小钱。勤学正还没到吗？天瑞堂不资助学术经费了。为什么？好吧，那就帮我向祁董问好，谢谢他这3年来的帮忙。爹，我先过去一下。秦学正，宴席快开始了，一起过去吧。玉兰，我这边有点事儿，这是你的出师红包，后面的活动我就不参加了。这可是今天是拜师宴，您是我的伯导，您要做主位的，您看要不……玉兰呀，你能学有所成，我这当老师的虽有些帮助，但今天该坐这个位置的可不是我呀。您这……我不太明白啊。听不懂没关系，但千万记住，做人这方面千万别犯傻。老师只能说到这。不是，秦学正，不是我。你不是玉兰，你这老师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呸！拽什么拽呀？玉兰，反正你能进文浩的公司，又不指望这老头帮你解决工作，爱做不做。就是走，玉兰，没有他，这拜师宴我们自己照样办。走吧。我们来错地方了。唐玉兰不是说今天在这办拜师宴吗？这啥都没有，叫我们来喝西北风啊！王志远，你们家什么意思？叫我们来吃酒席，我们礼金都包了，酒席在哪儿呢？怎么会这样？爸，宴席呢？电话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糟了，这个于老二，这该死的，该不会拿了办宴席的钱跑路了吧？不可能吧？今天可是咱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千万不能出岔子。唐医生，我说你说办不起不起就别办，这不是糊弄人吗？把我的饭店钱退给我，我不吃了。玉兰，我们大老远的跑到这穷乡僻壤来给你捧场，你不能这么耍我们吧？看他家还挺有钱的，我之前还纳闷，干嘛选这破地方办拜师宴？合计着故意耍我们吧？是啊，你这是耍我们呢！退钱！退钱！不是，请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各位别误会，这是玉兰的故乡，她只是想在大家重走她的奋斗之路。想当初，她就是从这样一个贫瘠的村落，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名校。而后披荆斩棘，熬了无数通宵，才有今日的学业成就。原来如此，我们都误会人家了。重走奋斗路，真是独具匠心。少说废话，就说吧，到底在哪吃？毕竟村里条件有限，所以拜师宴安排在城里的德文楼。我已派专车接送，请各位上车。这也太霸气了吧！走，快，大家上车！我这辈子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呢。快，自己找位置坐。
您这一手帅气救场，他肯定感动死了。今天想提离婚，怕是难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得意？昨晚为了任旧的事，你跟我闹到要分房，现在好了，任旧真的卷款跑了，就像你说的，你满意了？唐玉兰，我们认识20多年了，原来在你心中，我是这种人。不然呢？你突然跑来，不就是来看我笑话的？你成功了，不仅让我出糗，还让我这么难堪。等一下他们问我们是什么关系，来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说？承认我是你丈夫，真的这么丢脸？少给我转移话题。明明答应过我不会来拜师言的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？唐姑娘，明明是你自己糊涂，差点搞砸拜师言，齐都好心帮你收拾，反被你说居心叵测。这世上怎会有你这般不知好歹的人？放屁！你一个在我女婿公司打工的臭下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女儿说话？我就说，以齐董的身份，在外头谁见了不得毕恭毕敬，凭什么在你这就要东躲西藏，好像见不得人？他可是你唐玉兰的合法丈夫，我替齐董不值。好大的胆子，季文浩，你就这么管下属的？女婿，快让他给玉兰道歉，然后把他开除算了。等玉兰毕业后还要去你公司当副总，就被个小助理这般欺负，日后玉兰在公司还如何立威？抱歉，齐董，我实在不吐不快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不对，那就开除我吧。你在帮我说话。我为什么要开除？齐文浩，今天是我重要的日子，你非要搞些破事来毁我心情吗？平常忍你一个人我已经很痛苦，现在连这种乱七八糟的小下属也要我忍下去吗？如果是这样，这日子我过不下去，不如跟你离婚。蔡文浩，难道你要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员工惹玉兰生气吗？女婿，快哄哄她，玉兰要是真发火，她真会跟你离婚。这些年来，我过得很痛苦，我们之间毫无共同话题。当年我随便演了一出苦肉计，没想到齐文浩那个傻子居然还信了。没想到这傻子半路还得发了。好，那就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立功。女婿啊，我知道你在气头上，但是这话可不能乱说啊。都是这个女人在挑拨，你这个狐狸精。跟任何人都无关，我也不是在说气话。下午5点前户政4件，等你拜师言结束后，我们就离婚。我还以为你到底在闹什么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参加我的拜师宴吗？你觉得我跟你提离婚，是为了参加你的拜师宴？不然呢？你这么费劲，这么大排场，不就是为了讨好我吗？希望我能看在这件事的份上，改口让你参加。结果发现，我根本没想让你参加的意思。一个人要是真想离婚的话，就不会说要等到拜师言之后了。你刚才说那些话，不就是在暗示我吗？我愿意等你拜师言结束，是因为我想我们之间的事能有个圆满的结局。毕竟10年前，我曾承诺你会供你读完书。女婿啊，你就别嘴硬了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呢？就是，你看今天文浩确实帮了大忙，要不是他，
我们不好收场。兰儿，让他去吧，泥人也有3分气。真把他逼急了，他跟你离婚怎么办？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想去，那就去吧。要是有人问起我们的关系，你别乱说，我还没准备好跟所有人介绍我们的关系。走吧。走走走走走。文浩，季文浩，今天是我的大日子，就算你要闹，也该有个分寸吧。让你去拜师爷，已是我最大的退让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得寸进尺？唐姑娘，先不说你的博士是谁培养出来的，就连今天这场拜师宴都是祁董出钱办的，怎样？他来参加一下，竟被你说的像施舍一样。不过是你的手下，跟你一样，永远只会用钱说话，俗不俗气啊？你不俗，你只是不喜谈钱。但今天这场拜师宴花了50万两，这些年你衣香鬓影，还有你那些解密同学面前张溃摆派头，哪一样不是挥金如土？还有你母亲多年的尿毒症，每月1针100万的药费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？好啊，很好。季文浩，今天不管你怎样算计，我也不会公开你的身份。要是你不吵不闹的话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以后找机会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学给蜜们认识。不必了，既然你觉得有我这样的丈夫觉得丢脸的话，那很好。从今天起，你不会再有这个烦恼了。怎样？又想用离婚来威胁我？这是离婚书，抵定日期是3天前。你竟然真的要跟我离婚？你竟然真的要跟我离婚？从来都是真的，只是我不懂，你为何就是不肯相信？有些话大概不该由我这个外人来说，但是唐玉兰，凭你这些年对祁董的所作所为，你凭什么觉得他会对这段感情有所眷恋呀？又或者说，你认为你这样的女人，他会舍不得？我的所作所为？我只问你一句，这些年来，除了跟朋友隐瞒过你，还有私下里说你2句坏话外，我还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？算什么东西？听说你今天在学校和学生会的人吵架了，其实这种事很好处理的，你只要……够了，我本来就烦，就别添乱了。我只是想给你一点建议嘛。再说了，就别以为赚了几个钱就什么都懂了。你上过大学吗？连学生会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能提什么建议呀？快去睡觉。晚死了。唐玉兰，其实你跟外人怎么说都不重要，我难过的是，这些年生活的点点滴滴里，我都能清楚感受到，你是打心底里讨厌我、鄙视我，而你鄙视我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我比你少读了10年书。不是孰非，我已无心争辩。就这样吧，就当是给我一个解脱。给你解脱？说的好像你多委屈似的。这段感情里伤得最深的人是我唐玉兰。就算要离婚，
也轮不到你说。是我唐玉兰要跟你离婚。你说是就是吧，不重要了。去你的拜师宴吧，等你办完后，我在户政司等你。不用等拜师宴，现在就去户政司。然而，这婚千万不能离呀！我跟你爹都答应六婶了，要让你安排他儿子进浩远堂呢。这事要是办不成，我跟你爹多没面子啊！你快闭嘴吧！要是真离婚了，咱们兰儿自己还没进浩远堂呢，你还管得了别人？兰儿啊，要不你就低头认个错吧。爹娘，是他提出要离婚的，确意都已经离好了，难不成你们还想我卑躬屈膝去求他不成？可是，行了，我知道，你们怕离开他以后就过不上现在这种有钱的日子，但你们放心啊，我可是博士，就算不靠他，我自己也能赚大钱。兰儿啊，你大学才刚毕业，能赚多少钱啊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大华币向前啊，就有好几家公司老板提前联系我了，不仅开出天价年薪，而且还邀我去他们公司，就说这次拜师宴就有好几位松川前10的企业老板来给我捧场。真的？各位，基董手上的项目我可是垂涎已久了，他一直不肯合作，眼下唯一的机会就是招揽他的太太，才有一点机会，还望各位手下留情啊。郑堂主真会说笑，今天来的这几位，哪个没被齐夫人拒绝过好几次？若不是有不得不来的理由，翟会厚着脸皮来参加这个拜师宴？对呀，那就各凭本事吧。那几位堂主对我可是求贤若渴，至于100万年薪，不过是最基本的条件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要是真的离了婚，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。不愧是我女儿，杰文浩，我女儿堂堂博士都不嫌你没读过书，嫁给你，你却不珍惜。行，那就等着后悔吧。崔文浩，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，那就离吧，乖女儿走。这老两口会川剧变脸吧？不重要，我只想离婚。他们不闹也是好事。叫王小子把车开过来。好的。请问二位财产分配协商好了吗？公司的钱属于全体股东，我个人还有1000万现金流，可以全都给你。另外，年底公司分红，我也可以都给你。不需要，我净身出户。您确定吗？我确定。请2位在这里签字吧。兰儿，别冲动，你为啥不要啊？你该要，你才刚毕业，还没找到工作，而且你妈每个月还要打军。别自作聪明了。妈，人活一口气，他的钱是他挣的，要是我们收下了，这辈子永远得低他一等。兰儿说的也对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金。不再考虑一下吗？齐文浩，你是不是觉得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了？行，别磨磨蹭蹭。
结束了。齐文浩，我女儿毕业前可是有好几家大公司验出100万年薪加股权，邀请她加入呢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而且，他们可都是松川排名前10的企业家。是吗？据我所知，松川前10的企业好像没有哪家业务是涉及你的专业吧？唐姑娘，你说人家是看中的究竟是你的博士头衔，还是看上了你天瑞堂堂主夫人这个身份呢？真难猜呢。一派胡言，胡言乱语。他们当然看中的是我女儿这个高学历的博士了。哦，唐姑娘，您也这么想的吗？有些事情骗别人无所谓，千万别骗了自己。你是不是也觉得那些人拉拢我是为了你的面子？这件事确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够了，季文浩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？是，我承认是有那么一点社会地位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要巴结你吧？凭什么人家就不能是看上我唐玉兰的能力和价值？你这话简直是对我的侮辱！你这是在否定我10年寒窗的苦读和努力。我从来没有否定过你的努力，我也没有说过他们在巴结我，只不过那些老狐狸各怀鬼胎，他们的算计你还不懂。你说来说去不都一个意思吗？行，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我的拜师宴吗？现在我让你参加，你自己去宴会上亲眼看看，那几位堂主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啊？等着出糗吧。齐文浩啊，你是有钱，但你也太小看我女儿的能力了。就算没有你，凭我女儿的能力，将来一定能飞黄腾达，前程似锦。走。柴董，我们要去吗？文浩，快6点了，我们得去赶末班车了啊！那今天就先散了吧。文浩的小跟班在催了。什么小跟班？那是人家小媳妇儿。小浩，你说，要是被发现我们偷偷交往，他们会怎样？堂叔肯定应该会很生气吧？毕竟我家这么穷，我外婆光是供我读书就已经很吃力了。他就是嫌贫爱富，没事的，只要不被他发现，不就好了吗？要是我以后要长个出息就好了，到时候不仅能光明正大地在你爸面前谈恋爱，我还能娶你。爸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要是您以后敢不娶我的话，腿给你打断。曾经的所有纯真美好，终究还是烂尾了。柴董，我们要去拜师爷吗？去吧，像只老鼠一样躲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离婚了，我这个见不得人的前夫也该见见人了。齐总，他不会真的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吧？跑去跟那些老板宣布离婚，然后还要跟人家讨工作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说不定真的有人看上他的学识和能力，这也是好事。算了吧，如果他是货真价实的博士，那还说得过去。可是整个松川上流社会还不知道他的学位是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，现在又跟您离了婚，才会开100万高薪去养一个毫无价值的人。自愿他不要把自己弄得太难。干堂家呀，真是发达了，
瞧瞧，看看这酒席多有排场啊！看这阵仗，肯定是山珍海味。我这200银票总算值了。这家人怎么还不来呀？我还等着开席呢。可不是嘛，真羡慕玉兰。虽然老公没读过书，但花钱真的不手软。这场拜师宴起码得花数十万吧。听说还让玉兰去他公司当副总呢。以后让玉兰把我们都招进去，那工作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好呀，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么好的男人，我稍微挑拨几句，你居然真就瞧不上他。这办的可真够排场的。兰儿，就算你人就没带银跑路，他也办不出这么排场的宴席。还真是呢，贵有贵的道理。这齐文浩把拜师宴办得这么周到，看起来不像是要离婚的样子。可是他连离婚谢帝都提前准备好了。这有啥呀？让娘猜呀？那离婚协议根本不是他准备的，就当实话胆话说到那了。他不是爱面子嘛，就把离婚协议拿出来，假装要跟你离婚。对，嘴硬。别说了，现在离婚证都领了，说了又有什么用？没事的，离了婚还可以再复婚，只要他以后表现好，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的。娜儿啊，虽然说咱们没他也能活，但咱们得重感情，对不对？来了。只要他现在肯跟我道歉认错，给他个机会也不是不行。他这是什么态度？他这什么态度啊？然而，他要是真要这样，咱们可不能闲意就饶了他。蔡文浩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兰儿，走。你终于来了，大家都在等你这位女主角呢。齐夫人来了。齐夫人，10年寒窗，学业有成，恭喜恭喜啊！齐夫人，不介意我们不请自来吧？不介意。这位是新瑞堂的堂主陈泰安，我在新闻上见过。还有盛华堂的陆堂主，茂林堂的郑堂主，这几位可都是松川鼎鼎有名的商界大佬，竟然都来参加你的拜师宴。玉兰，你排场可真大。是啊，是啊。什么排场？还不都是冲着他男人的面子来的？你看，他们可都是松川地界的商界大亨，一般人蜜都见不着呢。对待咱们家玉兰还这么热情呢。那是当然，咱们家玉兰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只有那齐文浩有眼无珠，还敢惹咱女儿不高兴。就是齐夫人，上次邀请你来我们茂林堂担任总监，你考虑的如何？我们的诚意也是很足的。齐夫人，先前的待遇若不满意，我们可以再谈谈。看到了吗，季文浩，这就是博士的含金量。就算没有你，我走出校园依旧是社会精英。这几只老狐狸大概还不知道，唐玉兰早就不是齐夫人了，他们的算盘怕是要落空了。你若现在服软，我便拒了他们。玉兰，这几位老板开的条件都这么好，你到底选谁呀？那就看某些人的觉悟了。齐文浩真是不知好歹，这台给都不下。要是真把咱女儿逼到其他公司去，他就哭去吧。他们在看什么？
齐董，看我的眼神，原来齐董也来了，怎么坐在这么不起眼的位置？那人是谁啊？齐董姓齐，还能让几位大佬笑脸相迎。门道就是天瑞堂的齐董，齐文浩。这又如何？天哪，玉兰，他真是齐文浩！之前在你老家，我就想问这帅哥是谁，太帅了，比偶像男团还帅。没想到他竟然是传说中的齐文浩，松川最年轻的超级富一代。姐妹们，我好像遇到真爱了。要是能嫁给他这样的男人，让我天天开名车，住豪宅也愿意啊！玉兰，你认识这种茄级男神？以前怎不给姐妹们介绍介绍啊？你们可都是拉儿的同学，都是高材生，怎么这么肤浅？就是不就有点钱，长得帅点，至于这么犯花痴吗？就是叔叔阿姨，我们境界没叔叔阿姨这么高，又有钱又帅，的确很迷人。而且人家不是一般的有钱，不是一般的帅。可惜了，我听说他已婚了，不知是哪家死丫头这么好命。齐董一向独树一格，在经商方面尤为高调，没想到今天来参加夫人的拜师宴，竟坐在这么边缘的位置。就是兰儿，刚才那位老板说齐董是来参加他夫人的拜师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对了，刚才他们叫你齐夫人，不会吧？他就是你那个拿不出手的文盲老公？蓉蓉，你胡说什么？唐玉兰在外面这样说，她男人真是不知好歹。齐文浩当年闭学，不都是为了他吗？这不知廉耻的，吃完饭就骂厨师，这不是养了个白眼狼吗？就是他疯了吧？叫这么大声！兰儿看我这嘴都管不住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看来这对夫妻的感情也没想的那么好。这话听得像骂人吧？我们这帮老骨头拼了半辈子，被20几岁的他杀得喘不过气，还说他拿不出手，那我算什么？齐文浩这小子特实有本领，但看女人的眼光可真不怎么样啊。依我看，这唐玉兰在外头都说纪文浩是文盲，你看他身边那几个朋友显然不认识纪文浩。结婚这么多年，连老公都不认识，自己的朋友还这么藏着掖着，该不会是在搞什么细辨不得人的勾当吧？8九不离10。兰儿，快跟他们解释一下。是，不然的话，我和你娘的脸面怕是要丢尽了。就是我该怎么解释？以前我提起这些事，你总有各种理由反驳，我以为你当真问心无愧，结果你现在却闷不作声。唐玉来，原来你知道自己理亏。兰儿，不然的话，跟你老公道歉吧。现在这局面也不好收拾。是啊，蕾蕾，有个这么好的老公，要懂得珍惜啊！万一真的弄丢了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啊！我好像已经弄丢了。难道以前真的是我太傲慢了？细细回想，他好像也没那么糟糕，至少人品不错。兰儿，你这男人人品真差劲。你刚才被那么多人辱骂，他就坐在那看好戏，连句话都不说，帮你解释2句，算什么男人嘛？依我看，他今天根本就是故意来挑事的。应该不会吧？毕竟他从头到尾连一句话都没说过。这才是他最阴险的地方啊！你想想，他是你老公，明明得做主桌，却偏偏挑了个角落坐着，这明显是要挑事啊！他看似什么都没做，其实全在他算计中。然而不管他是不是故意挑事，咱都不能低头。是啊，这么多乡亲都自己在看着呢，要是低了头，不就等于承认咱们做了亏心事吗？
这是什么怪咖父母啊？齐文浩，我还一直给你机会，没想到你居然这般算计我。好啊，你让我难堪，那也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。各位，虽然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我也不想驳回兜。既然事情已经闹成这样，那我也要为自己辩解几句。你们是不是觉得齐文浩是个好男人？这里面有故事。难不成这文浩在外面还有2副面孔？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还不知道干了啥。太精彩了，我倒要听听看，你要怎么颠倒是非。唐玉兰，当时你和他们议论齐董，我也在场。你们说的那些话，我句句听得真切，字字尖酸刻薄，这可都是事实。是，我是抱怨了他几句，但那也是因为被他逼的，无可奈何。是我逼得你无可奈何。柴文浩，你是为了我才顺学的，这点我很清楚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很内疚。我希望你能停续你中断的学业。那你呢？你以为事业有成就安于现状，毫无上进心？我帮你报的成人学院和私人补习，你去过哪一个？没什么大愿，劳累过度，以后要注意适当休息。年纪轻轻的，可别把身体累垮了。柴董，您还是给自己放几天假吧，就算铁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啊。现在正是公司上市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松懈。兰儿，怎么了？帮你报的学校为什么不去？兰儿，最近没时间，而且最近真的好累。你可不可以别每次都找这种借口？如果你真的想学，怎样都能挤出时间。别说你累了，全天下只有你累吗？只有你读书，又不是害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懒？喂，文浩，你怪我一直没公开你，可我从来没想过要一直藏着你。我只是想等你自学，考上大学后再介绍你认识我的同学闺蜜。可你根本不懂我的苦心，你有想过吗？要是我带你去介绍给我朋友，他们要是问你在哪读大学，你要怎么说？你说啊，我从来没读过大学，难道你自己不觉得尴尬吗？各位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督促他都是为他好，可他呢？他一直都这样，永远不听劝，毫无上进心，非要当个没文化的人。所以我抱怨他几句也有错。我还以为文浩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，就这样呀？现在多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人家堂堂大老板何必去考那老式子大学文凭？有必要吗？真是的，读了几本破书，把脑袋读坏了吧？真是的。你们应该会理解我吧，对吗？对，唐月兰，就这么做，趁早作死自己。你这猪脑袋的笨女人，凭什么有这么好的男人？凭什么过这么好的日子？我就是要看着你一步一步逼走你的好老公，看着他踹了你，我心里才舒服。兰儿，就算他们都不懂你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蓉蓉，他们不是说学历不重要吗？那就狠狠打他们的脸。怎么打？你告诉那些堂主，想要聘请你，100万年薪可不够，得继续加码，加到吓死那群乡巴佬为止。不好吧？可是要是这样，四子大开口，人家可能不答应啊。你要相信自己，相信博士学位的含金量。对，这姑娘说的对。等你拿到年薪100万时，看谁还敢说学历无用。各位堂主，我认为
我们应该重新谈谈条件。才董，她闺蜜看起来不像好人啊。我早就劝过她，交友要谨慎。可惜的是，她根本不听。她觉得我一个高中生没资格教训她一个大学生。放下助人念，尊重他人命。各位堂主，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谈一下条件。柴夫人这是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了？是的，是的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：各位邀请我加入你们的公司，是因为看上我唐玉兰我的能力，还是因为静夫人的身份？我们当然是看重齐太，不，我们是看重您唐姑娘的个人能力啊。对对对，特实如此，与齐董无关。姬文浩，听清楚了吗？不是吧？他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一个成年人连场面话都听不懂，哑口无言了吧？哑口无言了吧？就算没有你，我唐玉兰依旧前程似锦，这些叱咤商界的巨擘依然对我趋之若鹜。三位，之前的条件我不太满意，不知各位跟会否给我更好的待遇？三位堂主，不瞒各位，季文浩之前错时坚持要我女儿进他公司，但是我女儿呢，她就想出外面闯一闯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可挖不到这么高端的人才。对，柴董不介意我们跟你抢人才吧？他不介意啦，不介意。各位若需要这样的人才，尽管竞争便是，我没意见。你看吧，石文浩这胡闹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莫非他想借这件事来看看我们这些人的实力，宰抢赢了他就跟谁合作？谭硕信，我愿意在原有的100万年薪之上，顺外再增给你3个百分点的股份分红。多少？3%的股份分红，那不就等于上千万银两？郑堂主真是财大气粗啊！但我陈泰安也不差。唐姑娘，若你愿意加入我们新瑞堂，除了年薪，我还可以为您斗力成立一家子公司，全权交由您来打理。那这不就等于自己开公司吗？丽蕾，可别忘了我们呀！咱们姐妹的工作可还没着落呢。对啊，丽蕾，你要是当了老板，我们的工作不就一起搞定啦？放心吧，都有份。我可不会像某些人，一旦得势后就独善其身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他在那指桑骂槐，含沙射影谁呢？最多再让你搜章2级。看来唐姑娘和你的朋友是打算加入我们新瑞堂了。承让，承让。小了，格局小了。怎么，你还能开出更好的待遇？几位美女，上班当牛马有什么意思？凭你们的长相，大可出道当明星。玉兰，这个好。玉兰，我想当明星，就算当不了大明星，当个网红也比上班好啊。就是唐姑娘，若你加入江华堂，我保证你和你的姐妹们都能出道。我给你们最好的资源，请最好的经纪人。居然来这招，哪个女人能抵挡当明星的诱惑？这老东西真阴险。听到了吗？看看将来，歹还敢说这学历没用，初入社会就有滔天富贵，你们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就要问问，我这么优秀的女儿，刚才多数落几句，齐文浩又怎样？又怎样？季文浩，我再给你一次道歉的机会，你要是不珍惜，我就立刻答应加入陆堂主公司。你要加入哪家公司是你的自由，与我何干？你，齐文浩，要是我女儿去别家公司打工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
我真不明白你们在得意什么。唐玉兰，你不会以为你刚才问的那些蠢问题，真的能证明他们看重的是你的个人能力吧？当然了，这都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。可笑！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铁一般的事实。3位堂主，我们祁董半个时辰前已与这女人正式和离。什么？和离了？才董，这真的？田若光，你太没规矩了！老板都没开口，你凭什么擅自做主，替他宣布？3位堂主，莫听此女胡言乱语。文浩跟小女并未真的离婚，不过是小夫妻吵吵闹闹罢了。对，这个女人就是想勾引我女婿，她就是故意挑拨离间。就是。才董，您怎么说？方才小袁所言确属事实。我与唐玉兰姑娘已于半时辰前正式解除夫妻关系，并且我今日在此宣布，日后我不会因唐玉兰姑娘对任何人做出任何商业上的让步。当然，若3位堂主欣赏唐姑娘的才华与能力，祝合作愉快。文浩，你以为这样破罐子破摔，把离婚抖出来就能改变什么吗？你太幼稚了，你也太可笑了。就是啊，方才3位堂主也说了，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家玉兰的能力与才华，与你何干？姐妹，离婚也好，反正你本来就瞧不上他，不如我们自己赚钱，自己独美。说得好，离婚好，男人个个都是渣男。都。一家子蠢货，心灵鸡汤好喝吗？祁文浩，你看好了，就算离开你，我也会活得更好。陆堂主，我决定了，加入你们江华堂。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事儿，我乃2婚，我先走了。陆堂主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就算要后悔，也找个好理由啊！我就是后悔了。怎样，离婚了也不早说？真以为凭你这样配拿100万年薪，还有这几个歪瓜裂咒，还想当明星？家里没镜子，不会撒泡尿照照？不是，陆堂主，您这话也太难听了吧？唐姑娘，也别怪陆堂主说话难听，说到底是你这事儿做得不地道。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你和祁董离婚，我们根本不会浪费时间陪你。越想越气，闹了半天，我们被你当猴耍，闹着玩呢。老婆子，真是的，个人能力，个人价值。博士算什么？离开文浩，他啥也不是。真是的。真好笑，好，真好，我的好闺蜜呀，差点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跟他离婚，就变得这么一文不值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好歹也是博士啊。博士？博士又怎样？我堂口的擦边网红都有好几个博士，比你漂亮，比你风秀。你未免太自视甚高。就算派学历，你也不是这里最高的。放狗屁！在场的人有谁学历比我女儿高？有，比如说靳董身旁这位严姑娘，常春藤归来，金融学、经济学双博士，而且是全额奖学金。相比之下，唐姑娘，你的博士学费恐怕花的不值吧？他这么厉害？一般般啦，喝多了也吐。不可能，他要是真有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甘于打工？不可能，这女的整天跟在纪文浩屁股后面当跟班的，应该不怎么样吧？想当初严姑娘刚毕业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为了抢她，简直是打破头了。相比之下，刚才给你的那些条件，简直就是小儿科。可惜啊，回国后
人家毫不犹豫选择了天瑞堂的祁董，我们根本没机会。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崇拜啊。唐玉兰，多读几年书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祁董的商业才华，你读一辈子书也学不来的。这有些人啊，比他厉害的人都崇拜他男人，就他还嫌弃人家，一口一个白丁，呸！台文浩这些年对他们一家子掏心掏肺的好，娶到这种老婆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难道真的是我的思想有问题吗？算了，祁董，我看我也没必要待了，先告辞，改天有空请你喝茶，二位以为如何？祁董，我陆老爷是粗人，不跟你来虚的。我们生意上穷争归竞争，但我有话直说，像这种忘恩负义的女人，趁早甩了她。财董，看来这筵席不太欢迎你，不如一起走。哦，那就走吧。以后好好生活。玉来，玉来，你不是说跟同学去郊游了吗？怎么在这发传单？你凶我？没凶你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只要好好读书就好，其他事交给我。我只是想替你分担一点，你一个人要供我读书，还要帮我妈治病，你又不是铁打的。好了好了，没事的。还不开席，在等什么？吃完饭，田里还有活儿要干呢。就是啊，快一点！唐玉兰，唐玉兰，你答应过像我儿子去慈文浩公司上班，现在你们离婚了，我儿子怎么办？宰准你们离婚的。60，我收了我的礼，不办事，想都别想。60，你怎么还动起手来了？是啊，我们也不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不管，你们必须给我儿子找份工作，还得是好工作，月俸10两。快上菜，开席，开席，上菜了。玉兰，我们先走了。神经病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走。这就是你送我的毕业礼物，祁文浩，我会永远记住今天。真是讽刺，离婚之后，我的名字终于第一次出现在你的朋友圈。我们走后，唐玉兰挺狼狈的，被那些亲戚邻居闹得不行。本来打算经由这场拜师宴，为我们这20多年置上完美的句点，但没想到会这样。依我看，这些年您把他保护得太好了，今天这事让他面对现实也不是坏事。面对现实，希望如此吧。财文浩这个天杀的，好好的拜师宴被他搞得一团糟，还毁了咱家名声，
简直不是人！我现在只想知道以后我们怎么办？那几位堂主都翻脸了，玉兰可是个博士，以后不会真找不到工作吧？怎么可能？虽然郑堂主看姬文浩的面子不敢聘我，但你们别忘了，我的老师可是秦学正。对呀，这秦学正可是国内权威，只要他能写封推荐信，什么大企业咱进不去。那咱们快点去卡点礼物，去拜访老师家。走。师娘，老师，有空见我吗？玉兰啊，还是请你们先回吧。秦老爷说他不愿写这封推荐信。为什么呀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他今天连我的拜师宴都没来参加，可是毕业前我们师生向来和睦相处。他说让你想想上午他说的话。上午然而啊，你能学有所成，我这做老师的虽有微薄之力，但今天该做这个位职的可不是我呀。您这我不太明白。听不懂没关系，但千万记住，做人这件事上千万别犯糊涂。做人的问题，师娘，我还是不太懂，是我在尊师问道这方面有什么疏忽吗？兰儿啊，有些话说得太直白，怕伤你自尊，想想你丈夫吧。齐文浩，严姑娘，常春藤归国，金融学、经济学圣博士，而且还是全额奖学金。相比之下，唐姑娘，你的博士学费就昂贵多了吧？昂贵多了。难道，师娘，难道我的博士学位是齐文浩买来的？难道我的博士学位是齐文浩买来的？倒也不能那样说，是买来的啊，不就是学术造假了吗？不过若没有你先生大量资金的投入，估计凭你自己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学位的。好了，话止于此。恕不留客用膳了，这些东西我们也用不上，还是都带回去吧。原来我最引以为傲的学历是他买来的。最可笑的是，我拿这点东西，他在他面前不停炫耀我的优越感，真像个小丑。然而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婚也离了，年薪100万的工作也泡汤了，秦学正的推荐函又拿不到了。该不会咱们又要过回以前的穷日子吧？天色尚早，去买点礼物给齐文浩，好好跟他道歉吧。对对对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况且呢，他又是那么重感情的人，只要你态度好，他不会揪着不放的。你们干嘛？这些可都是我们的东西。颜若王咋让你搬的？自然是齐董的意思。怎么，都离婚了，你们还想继续住这里吗？我不搬，都给我放下！妹儿，你去找齐文浩好好谈谈。爹不想回到那乡下那破屋里去住，这豪宅住习惯了，爹要是住其他房子，浑身都不舒服。对不起，原本我已经挑了1至20多万的血，想跟你正式道歉，结果结账时才发现你给我的卡被冻结了。唐姑娘真是幽默啊！你向齐董道歉，这道歉的礼物还得齐董自己来买单。我刚才知道，原来当年秦学正研究小组的名额是你帮我拿到的。
花了很多钱吧？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？不告诉你，是怕打击你的自信。谁知道，算了。怎会没差别呢？要是当初你告诉我，我们根本不会闹成现在这样。唐姑娘，别再为自己辩解了。祁董投资勤学正，你不知道？那你从高2到大学毕业的6年，所有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祁董负担的，这些你也不知道，何必找那么荒别的借口？算了，小妍，现在说这些没意义。行李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，趁天还没黑，快去找住的地方吧。台文浩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非要这么计较吗？祁文浩，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非要这么计较吗？玉兰，你的道歉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吗？你凭什么觉得只要道歉，连离婚这等大事都能逆转吗？我不想听你假手他人。你自己说，这婚非离不可吗？其实我看得出来，道歉并非你的本意。或许是你知道了我给勤学正的投资之后，你的心里才有了几分愧疚。但真正让你低头的是他们，对吧？不是，好女婿啊！这次真的是玉兰，她自己知道错了。玉兰，快跟他说，不是我们逼你的。那你说说，你错在哪？我知道，这些年跟我在一起，你过得很痛苦，所以在离婚那一刻，我能感觉得出来，你很轻松，你自由了。那你为何要自讨没趣，把自己弄得如此难堪呢？在单席日后生计，离婚求议上的1000万不够，我可以再加一些。若不想回乡下的宅子住，可以继续住这，等找到合适的再搬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是这么绝情的人。你不必如此，我们还能住这？好，真是好女婿。听到没？快把东西搬回来！不必了，我不需要你的试试，我现在就搬。你说对了，这些年若不是念及你当年对我的恩情，加上他们陷我，这婚我早就想离了。文浩，我们曾经确实有过真情，但时过境迁，我们已非一路人了。就还是这些年来，咱们俩第一次达成共识。但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房子你可以继续住，离婚协议上的钱我也可以再加，毕竟我不用。我说过不要你的钱，也不会赖在你的房子里。不走。兰儿，别乱说。兰儿，都这时候了，还要什么骨气？爸妈，别说了，我不会为了一时方便放弃尊严，我做不到。走吧。车子也还你。祁总，看他这样子，恐怕真觉得您刚才在羞辱他呢。不重要了。确实，比起这个，有件事明显更重要。祁董生辰快乐！谢谢。这破房子，人怎么住？兰儿啊，文浩给你的钱，你真不要啊？就算去城里开套房也好啊。够了，能不能有志气点？这房子怎么不能住？文浩还没发达前，你们不也住的好好的吗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明天我就去找一份工作，不管怎样，
我的博士学位可是真材实料，我就不信，没有文号，没有推荐信，我还找不到体面工作。走吧。谢董，先前听闻你离婚一事，我还挺担心你的，但如今看来，你这婚离得好啊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所以说啊，男人这辈子娶老婆还真是门学问，娶到好女人能旺3代，可要是看走了眼，说难听点儿，有的女人娶进门就跟讨债一样，跟她过日子命都得短几年。这人与人之间的事啊，三言两语说不清。不过啊，我现下也没心思想这些，毕竟手底下还有数千员工要养。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骂你前妻，只是提醒你，当好姑娘在你身边时，千万别错过。那个，我去看看合约打好了没？人家年纪还小呢，你别老逗弄人家。我故意支开他的。有场好戏看不看？好戏？你前妻跑来我这应聘了，算时间，这会儿差不多轮到他面试。你好，这是我的履历。海洋，性别女，现居海洋。抱歉，你不符合我们公司招聘标准。又不符合？今天这已经是第4场面试了，每次刚坐下，履历就被退回，这些人是故意针对我吗？我就想知道，我到底是哪点不符合你们的要求？我认为我的履历毫无瑕疵，为什么连最基本的面试问题都不问我？到底是因为我脱荐的问题，还是说有人提前跟你们这些公司打好了招呼，故意刁难我？有人打招呼，故意刁难你？姑娘，你是不是西洋言情字儿看多了？就你这履历，哪个高管职位都不可能要你。整份履历全是坑，你哪来的自信？觉得自己的履历的毫无瑕疵？我本硕双料状元，博士更随权威学政深造。有几个求职者的履历能比我这份更有分量？你学历是高，但你学的专业跟公司管理毫不相干，毫无工作经验，你的分量在哪？还有1天工作经验都无，期望薪资竟敢写200到300万，银票吗？像你这种仗着学历高就自以为能通杀全行业的傻呆子，我见多了。够了，拿着你这份分量十足的履历，快去下一家吧。我倒想看看哪家傻子公司愿花300万请你当吉祥物。这人真是够奇葩的，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感觉脑子不太好使呢？就是当面试官的通常都是老油条，不会随便挑小人，他居然能把面试官给惹毛了，妥实也挺厉害的。你好，能加个联系方式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加男生联系方式。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你找到年薪300万的工作，也不用介绍，那种傻公司我也想去。也算我一个，我就299万就行。C 董，心疼这种女人，倒霉一辈子。我费尽心力培养出的博士，怎会一文不值？他自己没脑子，怪得了谁？那么大博士，
找工作不往自己领域找，非给找什么公司高管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杜堂主再见，预祝我们这次合作愉快。C 董，咱们是生意伙伴，也是朋友，所以我还是得再说一遍，心疼那种女人，倒霉一辈子。谢谢杜堂主挂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行，路上小心。齐董，要去吗？回公司。我不是说回公司吗？只是好心提醒他，找工作要选对方向，又不是做什么违背道德的事。他毕竟是您多年心血蓄养长大的，若他下半辈子过得一塌糊涂，您坚守9年的承诺，不就成了笑话吗？而且这离婚分出来的1000多万，本来就是要抽空找时间送过去的呀。不然的话，若交给他父母，这笔钱估计又落入他那群不靠谱的亲戚做贡献了。就见一面，哪有那么多理由？齐文浩17岁就能负担我的学费，还有母亲的医药费，而我呢，30岁还是个博士，竟然连找工作都这么困难，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好了，兰儿，别焦虑了，这种事急不来的，慢慢找嘛。说来也怪，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懒找工作就算了，你这博士学历应该很好找工作。依我看，就是你那个死渣男，前夫搞的鬼。你要是离开他，还过得风生水起，他岂不很丢脸？自己心脏看谁都是小人。自己心眼小，看谁都像小人。你说谁？谁生气就说谁呗。你这个臭助理，整天跟你老板形影不离，还有脸说我是小人。我看他们离婚多半是你唆使的。唐叔叔果然没错，你果然惦记文浩。我们感情好得很。再说了，我是助理，不跟着老板，难道要我摸鱼打电玩啊？我还惦记，那叫惦记。你的大学文凭是驾训班发的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好了，蓉蓉，你说不过他。你来干嘛？之前你去面试，我正好在房间，我看到你被人刁难。怎么？我出糗，你很开心，还特地来嘲笑我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劝你，找工作方向要对，你的专业根本不适合一般商业领域。停！都离婚了，你还不知道自己哪里最讨厌？明明没什么学识，怎么还教训别人，搞得好像自己很懂似的。唐玉兰，你别不知好歹，谁跟你说的齐董爱教训人？你们学校邀请他多少次，想请他去做商业演讲，他都拒绝了。你又知不知道，为了跟他学习整整1年，倒贴上班，他愿意教你是怕你社会经验不足，出社会会被欺负。而且事实也证明了，他的担心并非多余。你对这个社会根本一窍不通。你爱学就跟着慢慢学吧，我不需要。服务生结账，我们换个地方喝。姑娘，您这张卡全额不足。刷这张。这张也不行。这张也不用试了，你的卡都是齐董给的。
你们离了婚，不是冻结就是清空，都不能用。扫码多少钱？一共是24600。差这么多。从前花钱从不看价格，一时之间难以适应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兰儿，你别看我呀，我连班都还没上呢，我也没钱，我还靠我男朋友送外卖养活呢。兰儿，是你说要请客，我才来的，而且这些酒可都是你点的。怎么回事？5000多的洋酒点起来，眼睛都不打一下。现在想起来，没钱了，没钱？你装什么愧？告诉你们，今天就算是卖了兔子，也要把钱凑齐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帮你们赚钱。兰儿，他不会逼我们去陪酒吧？我们可是陪你来的，你可别害我们呀！这是之前说好的1000万。我不需要你的钱，我只需要你帮我结这笔账。就算是跟你借的，你正常写借据算利息，等我找到工作，我连本带利还你3万。就是唐姑娘真是妙，我真欣赏你的骨气。你想借钱对吧？来，手机给我。我跟文浩借钱关你屁事？有人借你就偷笑吧，还在啰嗦什么？非要老子拉你去陪酒是不是？到账了。我只要3万，你汇30万来干嘛？玉兰，他这是帮你借网贷啊。不是，你怎么这样？莫名其妙，约我贷款干嘛？不然这有差吗？反正呢，你有骨气，宁愿借钱也不讨钱，跟谁借不一样。而且你宁愿借2万还3万，这可比你那利息低多了。管你什么贷，有钱了就快结账，别在那磨磨蹭蹭，快付好了。好嘞，钱已收到，感谢惠顾。请问剩下的酒需要存起来吗？不用。好的，欢迎下次光临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我不喜欢拖泥带水，这1000万本来就是离婚协议上写好的，你不收下，我心里就一直惦记着。你收下，我们这婚就算离钱近了。你就这么想跟我彻底了断？其实早在6年前，你不让我送钱去学校那天起，就该了断了。只为了一个承诺，才不清不楚的纠缠了这么多年。但幸好总算结束了。兰兰，其实我觉得他对你真的算不错了。是啊，兰儿，你这么嘴硬，他还硬塞钱给你，换做其他男人，你不要他就不给了。而且他之前欠你的哈，也蛮有道理的。你可能真的不太适合管理类的工作。兰儿，你都有1000万了，还上什么班呀？这笔钱我不打算花，总不能以后坐吃山空吧？那要不要试试投资呢？我正好知道一个很赚钱的项目，就是我手头没什么钱。不然这样，你先投10万，我帮你操作，等赚到钱了，分我1成就行了。万一亏了呢？这个项目风险很小的，就算亏，顶多亏个1-2千块。兰儿，你难道不想成为和齐文浩平起平坐的女强人，在他面前出一口气吗？现在有这个机会，
为何不试试呢？兰儿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改天再约，再见。走吧。那我先回乡下了。你放心，你给我的10万很快就会有回报的。那我先走了，慢走。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唐玉兰给了你10万，现在一半先分我一半。你就这点出息？5万够做什么？够做什么？够我还债！我已经少了半截手指，要是再还不上，他们下次就得要我的命了。别急啊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别说是5万。100个5万，1000个5万，你都能拿到手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想动他那1000万的歪念吧？所以才说你没出息，戒字还没我大。不是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管拿10万、1000万，还是1个亿，我们都不可能在国内混下去了。只能逃到国外去。既然都这样了，为什么不多赚点儿？玉兰只有1000万，但齐文浩可有好几十亿呢。奇怪，我怎么睡着了？头好痛。卡被偷了。青儿，你是来接我下班的？对呀，太棒了！你朋友？才斗好。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，某人天天跟我们炫耀，说他老板。你这女人！才斗，他还没睡醒，胡言乱语呢。叫女朋友来接你，那你不去吧？反正今天加班也挺晚的了，我自己开车回协商。祁董人真好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老板刚离婚，豆子回家，面对空齁齪的大宅院，会不会很难受啊？台董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？就这一次。玩这个字听起来好陌生。我保证，养生局不喝酒，不熬夜。算了吧，我跟你们年轻人玩不到一起。我真的拜托你，你才20几岁，好不好嘛？走了走了走了。你们这些脑袋有洞的，只叫我抢张卡，不把人做掉。万一他醒了以后报官怎么办？这你放心，我敢让你这么做，就能保证他不会报官。再说，我给你的报酬，值得你冒这个险。少废话，尾款5万，快点打来。
以防万一，现金交易。演的挺像回事儿。行了，山木转水转，走了。就干这点破事，你把从兰儿那儿骗来的10万全给他了。早说嘛，这钱我去赚啊！你能不能动点脑子？你去，那不就全暴露了？就算暴露了，这1000万不也够咱跑路了吗？他看不上你这个文盲是有道理的，跟你共事真他妈费劲。行，你有文化，那你说咱接下来咋办？演戏。抱歉啊，启动，今晚占用了您这么多私人时间。其实，你跟你媳妇的悄悄话，全都听到了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我当刚离婚那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，是吧？我就说，跟您这样的人耍心机还是多余了。这不算耍心机，而且我言，今晚谢谢你提醒我，原来我才20几岁，这些年总是忘了自己还很年轻这回事，总觉得自己像个40、50岁的中年人一样，毫无生气，死水微澜。晚安。晚安，文浩。回来了，今天工作找得如何？你看，咱们住的这破屋，你爸的风湿又犯了。兰儿吃过饭了吗？要是还没吃，这儿还有剩饭剩菜，你自己拿去热了吃吧。回来了，我给你留了些菜，要吃吗？我去帮你热热。你总做这种感动自己的事，不觉得累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12点后我不吃东西，烦死了。我没胃口，你们吃吧。大半夜的是谁呀？老婆子，去开门看看是谁。兰儿，你去开门吧。娘的腰直不起来了。人叫混账东西，快还钱！还钱！现在驼蟹不疼了，腰也不酸了。二，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。你这个恶人，我女儿那么信任你，为了让你赚拜师爷的钱，还跟那男人吵架，还多给了你那么多银票。你这个白眼狼，你居然拿了银票跑路了，你还算是人呢？你这个恶人，王氏，你看我都穷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赶快还钱，还钱！那银票我还不了了，拜师爷前一晚都让我输光了。什么？他娘的，去你的，滚！我表姐夫，我今天来就是求你们救命的。我不止输光了那笔银票，我还欠了好几10万呢。3天还不上，那些人就弄死我呀！滚！给我滚！
我们都被逼到这破屋里住了，哪有银票还你？你们没银票，但女婿有银票啊。就算离婚了，要个几十万，他肯定会给的。你说这话，你还有心了？我们从来没向女婿要过银票，为了你这个赌徒，要我们去开口，你还好意思？我的命不值钱，但这个月马上20号了，你打针不也得跟他要银票吗？糟了，我忘了，这个月我还要打针呢。演戏啊？怎么演？简单啦，玉兰他妈现在每个月都得打1针进口药，1针100万两，不打就得死。他们现在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银两，你只要把这件事捅出来，他们自己就会找齐文浩要钱。那他们要钱，跟我们有啥关系？以我对齐文浩这人的了解，他原则性极强，给了这1000万两后，绝不会轻易再给第2次钱。但没这100万两，难道玉兰要眼睁睁看着他娘去死吗？到时候他们就只能走歪门邪道，然后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兰儿，你去找齐文浩要钱，娘不想死，娘想活，娘还要打针。兰儿，娘，不用了，今早他已给我1000万两银票。真的？你看这事闹的，兰儿，你有这好事怎么不早说？快点儿拿些银两给人舅，让他去填窟窿，然后咱们明天去城里买一栋大房子。我拿不出来，回来路上我搭了辆黑车，然后那张卡就被偷了。啥？被偷了？1000万两？那可是1000万两啊！你这败家女，你怎么能让人把钱给偷了呢？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给弄丢？爹，您说什么呢？就说你是败家女，郝门星连启文浩那只金龟婿你都抓不住，还把这最后1000万两给弄丢了。早知道你这德行，我早该把你腿给打折，让你跪在那给他磕头求饶。我还指望你找份好差事养活我们俩呢。你看看你，恐怕连端盘子的活你都找不到，根本没人要你。你这败家子，郝门星，博士又怎样？你今天什么都别做，去城里找齐文浩把钱讨回来，要不回钱来就别回来了。我们唐家养不起无用之人。娘，兰儿，娘想活下去。原来这多年对我百依百顺，只因我有利用价值。一旦我给不了他们想要的富贵生活，是我胡奴了。他们不是今天才这样的，而是打小就如此。这几年只因我嫁了个有钱的男人，他们才改变态度罢了。可是我怎么就忘了呢？这世上唯一一个真心待我的人，真心待我的不求回报的人，被我亲手赶走了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手机里竟没有一张他成年后的照片。唐玉兰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唐瑞堂这次的竞争非常激烈，很可能会用沾沾手段来拦截我们的标书，所以我们最好……
我说不出来，想好了再说。隋文浩，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的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。唐姑娘，虽然我一直不喜欢你，但凭看你的样子，似乎真有急事。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转告祁董。如果我能直接处理，帮你一次也无妨。我不信你。怎么办？真的不能报案吗？我跟你说，千万别报官。现在只是丢钱，你要是报官，把那些把道上的人逼急了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想想看，他能把你丢到村口，他要想找到你家，再容易不过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只是一般的抢劫，他不该知道我卡里有这么多钱，还能在我挂失之前把所有钱都转走。难道他知道我的密码？不对。兰儿，蓉蓉，你怎么在这？我专门哥来找你的，你家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怎么会倒霉到这种地步呢？这些事我现在不想再想了，我现在只想快点找到10万两，给母亲打金续命。这卡恐怕里面的钱是要不回来了。至于祁文浩，他大概不会再给我钱了吧？以前我总说他总是提钱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够假的。兰儿，我能帮你想办法。你说什么？绑架？别害怕，不是真的绑架，只是吓唬他们。文浩的个性你比我清楚，要是不用那颜若瑶去威求他，他是不可能再给你钱的。就算情有可原，你跟他说你的卡被偷了，还来不及挂失，卡里的钱就被人转走了，你觉得他会信吗？其实我自己也不信，这实在太离谱了。所以我们只能出此下策，等拿到钱再把人放了不就行了？文浩他虽然有原则，但也很重感情。如果他知道你做这些事都是为了救人，他不会告你的。可是这毕竟是绑架勒闪，别忘了，阿姨的进口针少打1天都可能要命。我言尽于此，那是你母亲，做不做你自己决定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帮你找人。蓉蓉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不用客气，毕竟我们是最好的姐妹。明明这么暖和，怎么还打喷嚏？你可以动身来城里了，今晚我们就动手。你搞定兰儿了？当然，他那点脑子，我玩他比打陀螺还容易。他到现在还傻傻以为我是为了他妈要那100万的治疗费呢。等我和祁文浩狮子大开口，他才明白，早已木已成舟。你这个趁人，老子猜得到你打的什么算盘。让兰儿打电话约那小娘们出来，事成之后再把她灭口，让她顶罪，让人以为她是复仇情敌，是吧？你这个混蛋，心真黑呀！你心不黑，现在可以退出啊。兰儿可是老子的亲侄女，老子看她长大的，
这笔钱老子要60%。行行行，60%也行，我又不贪财。行，小样，玩死你！你以为只有唐玉能替我顶罪？老蠢蛋，你们都是我的替罪羊，还不知死活跟我装什么钱串子？唐玉兰，姑娘叫唐玉兰吧？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我以前是包头哥，齐文浩曾在我手下干过活，那时候你常来工地看他，还记得吗？现在你们2个结婚了吧？结婚了。那就好。齐文浩是个不错的小伙子，那时才17岁，为了挣学费，干起活来比大人还卖力。不过你也是好姑娘，值得他如此待你。我值得吗？我值得吗？当然值得，你们在一起多好。还记得那栋楼吗？好吃吗？二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这个样子脏兮兮的不好看。要是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，就直接告诉我。你放心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供你上学就不好意思开口。就你会说，堵上你的嘴。唐玉兰与齐文浩永远都是天下第一好。唐玉兰与齐礼浩永远都是天下第一好。好。傻样。喂。唐玉兰，玉兰，你在哪？奇怪，明明约好在5号停车场见面的呀，人呢？喂。叶文浩怎么跟来了？得赶紧问孙秀荣那臭女人。我没信号。痛！没想到唐玉兰说的全是真的。就今早我就觉得她怪怪的，所以我派人跟踪她。幸亏她没跟着作恶。本以为她那闺蜜就是爱挑拨，见不得人好，没想到她胆子竟然这么大。我已经通知保编了，尽量别被打到，多拖一会儿。要是真的撑不住的话，出事儿我负责。崔豆，爱你。上。怎么这么久了，还没把人抓回来？唐玉兰这个贱人，居然也敢跟我作对。颜若阳也是我用技巧声模仿她的嗓音才骗出来的。这些事情错在一起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抱歉，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范围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
感觉会出事。唐玉兰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明明是在帮你，你居然报官抓我！省省吧，那天的车是你帮我叫的，一上车我就昏迷了，然后我的银票就被偷走了，紧接着银票的钱也被转走，这些事情加起来，只有你能做到了。蓉蓉，在某些事情上我确实不太明白，但我不笨，而且你也不聪明，只是有一点我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比严倩如她们都要好，很多事我只跟你说，但谁喊当你闺蜜？唐玉兰，你就是个前任，我就是看不惯你。你有那么好的丈夫，对你深情专一，长得帅，有能力，性格又好，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从头发丝嫌弃到脚趾甲。知道这些事后，我就一直看你不顺眼。像你这种猪脑袋蠢女人，凭什么这么好命？凭什么比我幸福？你不配，你就该活成现在这个人欠狗欠的死样子。是，我是活该，所以我失去他了，我也有我的报应。但蓉蓉，我从没有对不起你，反倒是你总在我耳边煽风点火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和他不会。别再恶心我了，你心里没鬼，我能煽动你吗？你就是个内心阴暗的小丑。说白了，你不就是觉得文浩对你恩情太重，你还不起，所以你才在别的地方贬低他，挤兑他，凸显你了不起，凸显他高攀你，归根结底就是自欺欺人，装什么无辜呀？还想把错都赖到我头上。唐玉兰，你是我见过最无耻的人。该被抓的人是你，该下地狱的是你，你该吞1000根针，去死吧！放手！你们还好吗？还好，都是些皮外事。你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，确实被逼得很紧，但是你能来通风报信，而不是跟你的好闺蜜一起来整我，说实话，我挺欣慰的。你这么说，就见外了。我们曾经是恋人，不是仇人。现在看来，你们很登对。我好像真的耽误你很久了。一般般啦，喝多了也会吐。文浩，好好生活。你也是。曾经，她是这世上最适合你的姑娘。